开头的这残局看完，我已经被震惊的说不出话了。我觉得就算是职业选手来了，也很难打出这种定位吧。啊！我操！张国荣！操！这他妈什么定位啊！0.1秒连续定位2个人，这反应真的是人能打出来的吗？我操！张国荣！打开战绩，看着整页一片绿。说实话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品尝过失败的滋味了。我感觉新赛季我好像已经找到上分的方法了，那就是避开深海明珠。只要避开这张阴间图，那么我的胜率就会非常的阳间。国荣哥秒。没事，遇到这种地图我们秒了就行。这游戏虽然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图，但我们也可以通过逃跑的方式来躲避那些我们不想玩的图。杜哥秒。无所谓，事不过三，接着匹配问题不大。匹配成功。我操！5分钟连匹了3把深海明珠，无敌了！匹到这图的概率没调高，我是真不信的。本来刚刚的手感还很火热的，连匹了这么多把，手感直接给我匹没了。一进去，一枪没开，先连输2把后，我已经感觉到了，这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的不败神话应该是要出意外了。开局只是短短打了3个回合，我就已经看出我们双方实力的差距了。我一波带套干拉倒头就睡后，看着这个老唐物摸到了酒窖看理包，我本来还想夸他玩的挺出其不意的，结果下一秒，天才。而看完了保安的精彩操作后，很快就是国荣哥。如果把我们3兄弟比喻成3叉戟，我是戟头，老毒物是戟尾，那么这个张国荣他就是个戟把。一个开摄像头被人从摄像头底下摸过来偷死，一个打背身他妈一发不中全马被人反杀死。你俩也真的是，我的视频有你俩真的是如虎添翼。我说白了，我是打了一枪才被反杀的呀。自闭了，单排了这么久未尝一败，没想到一跟这2个神人玩，连胜很快就要危险了。不过幸好，虽然这把我们的保安和猎枭都有点不太聪明，但我看对面的保安猎枭好像也是有点慧根的。帮猎枭哥做了波西剪吹后，如果说刚刚我们家的保安是因为太信任摄像头了被偷死，那么对面的这个保安则就是因为太相信半线了所以被偷死。一开始本来都以为这把已经走远了，但越打仿佛越闻到胜利的芳香了。一波冷静点射带走了截锋后，4打1胜对面最后个猎枭。对面这猎枭虽然看着挺正常的，但其实他是他们队里最糖的。猎枭是信息位，信息位是要跟着团队走的，而他的这猎枭把把都在最后面单摸，感觉他好像真把团队游戏当成什么个人表演秀在玩了。我方还剩1人，我队友呢？操，还真是他的表演秀。完蛋了，4打1输了。家里的木蝶被气的好像都已经开始石化了，看着他一动不动的样子，我能感觉出这个木蝶可能已经想干死我们4个人的木和蝶了。还好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我们队伍至少3头死猪，韧性还是很强的。就像一头猪在知道了自己要死了后，它往往都会表现出异常的松弛。我的实力其实很强的，主要还是太紧张了。一旦已经被家里的这木蝶确诊为傻逼了，那么我打的反倒还格外的轻松。拿了7分后，我甚至都已经松弛到正在 cos 武器大师了。地板上有这么多枪，可能有人会问我要这么多枪是要干嘛？我只能说我要这么多枪当然是为了打人了。首先是这把大狙，大狙是用来抽过点第1枪的，然后是奥丁，奥丁是用来穿烟的，这一绝武器大师。接着是 AK 是用来开大后让我在大招里跟人对枪用的。你胜了，3把枪都用完后，最后是判官。我打了这么久，最后个人肯定摸到我近点了，所以这把判官就是用来放鞭炮的。2回60啊！拿着3把不同的枪打死了3个人，有点爽。不过爽完后，很快家里的木蝶就又给我泼了桶冷水。我好心的给这木蝶丢了把我的鬼魅皮肤，结果他竟然污蔑我说我的皮肤没有升级。没升级跟我说啊，我升级了呀。我升级了呀。我也升级了。这升了的。那你为什么？你这个时候你这枪哪里升级了？特效音效全升了呀。
升了个音效是吧？我就只有一个那个终结特效没升呀。他觉得我没升，我觉得我升了。在跟这个木蝶辩论了10几秒后，最后也是终于变出成果了。My smoking 呢？成果就是辩了10几秒，木蝶忘了封烟了，给家里这节风害死了。不过最抽象的其实不是这个，最抽象的其实还是这把游戏打完后，我特意去仓库看了一眼，结果发现这个终结特效没升，好像确实是会影响武器外观。我有个聪明的省点小技巧，就是我买到皮肤后从来都不会升终结特效。也就是说，原来我玩这游戏玩到现在，我往这游戏里充了4000多块钱，我目前玩到的所有皮肤，原来全部特么都是半成品。无敌了，这是真无敌了！花4000块钱，一直在享受2000块的内容，看着现在视频里这丑陋的半成品皮肤，不开玩笑，我剪视频的时候剪着剪着鼻子突然就有点酸了。我只能说，有些人注定真的是有些不是人的。皮肤的情况非常不妙，游戏的情况也有点不妙。这把虽然我打的还可以，但我队友的发挥好像就都有点拟人了，尤其是家里的这个老唐物，他不仅打的菜，还影响我。我一枪打飞了保安的头后，本来都手感火热，准备要开打抓人了，结果别打，我求你，别打！结果这老唐物直接就一手荒声笑语，当场就给我寸止住了。这残局没打赢，有点难受，不过也问题不大了，毕竟为了团队想想，把大招留在新回合用确实会更稳妥点。像我们这种没闪的阵容想进点，就只能靠我的大招了。如果我上把大用，那我们这把想进点就非常困难了。多重烟幕，抓到你了啊！抓到我了，哥们，包点没人，包点没人，特么除了包点周围全是人。转眼只剩个张国荣，1打4。回想起刚刚张国荣打被申时的超绝枪法，我本来都觉得这个残局已经不可能有机会了，但没想到。我操！我张国荣，这他妈什么定位啊？全部都给我死！我操！这波最恐怖的其实并不是单纯的1打4，这波最恐怖的其实是他的0.1秒连续定位2个头。就这波真正意义上的一针拉枪，我不管看多少次都觉得很离谱，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定位速度。就这波操作一打出来，张国荣在我的心里就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神了。不过看得出来，虽然我已经是国荣哥最忠实的信徒了，但对面的人好像不这么觉得，尤其是猎枭。一开始看到他说后羿之力，我还以为他是开玩笑的语气更多点，但没想到这家伙好像不是在开玩笑，他疑似是真的把张国荣当成挂壁，再开始阴阳怪气他了。本来刚刚那波打完后，我能看出国荣哥还是挺开心的，但现在肉眼可见，他已经是有点司马脸了。他为什么嘲讽我啊？我不知道啊。被对面连拿了数分后，对面猎枭的嚣张气焰已然来到了巅峰。9比12，看到对面这猎枭的小嘴巴还在输出，张国荣已经彻底郁郁了。最好的回应就是用实力回应。事已至此，我们干嘛了？没关系啊，国荣哥，不用自比。接下来看你峰哥发挥。真的吗？给个烟。国荣哥好不容易打出了波高光操作，竟然还要被对面当众嘲讽，1句2句也就算了，竟然还一直这样贴脸输出。一想到对面猎枭的话语，我就浑身燥热。谁还没有打过防守，那我就让这猎枭看看，一旦我认真起来，他的防守到底能有多脆。10比12，我进他的 A 点和 B 点就宛如探囊取物。听到保安在 B 包，我直接给打。完了，包点没人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一波进步，带领队友打开了 B 点的突破口后，新回合我又在 A 点打开了突破口，直接就带领队友连拿3分，成功将局势拖入了加时。本来对面拿到了赛点，这把都要赢了，但无奈对面的猎枭一直在嘲讽，他这一嘲讽直接就亲手给自己稳赢的局葬送了。不过其实帮国荣哥报仇也只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这把本来也不能输，这把一输，我新赛季的不败神话就要再次终结了。12比12，我一波前顶，又狠狠暴揍了一顿猎枭后，赛点局，最后在我的带领下，我们也是成功翻盘，拿下了这把游戏的平局。攻防转换，哎，水点大，我操！哼，我连胜没了。爽了，但只爽了一点，
没想到到最后，连这种胜利的爽感都被寸止住了，杀了30个没赢。看来到最后，我的不败神话终究还是在此终结了。终什么结？不败神话。我寻思平局根本就不算败了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的不败神话还在继续。不败神话最后也是维持着不败的战绩，轻松的上到了神话。上了吗？我操，easy 哥们，太简单了。